们看到了什么？你说，你不要来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到的时候你们已经死了。我随便 upload 一个 video 就可以挖出这么多的秘密耶！我要公布你的身份，你的罪行，我要你付出代价。翻开生命的篇章，许多假象，等待时间去拆穿，探索神秘的步伐，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，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，在黑暗中重拾光芒。临近的白光，追逐回避的目光，折射出不可思议的模样。反锁秘密的胸膛，使劲的挣扎，但始终无法被埋藏。回忆总会纠缠每个字，思念走远过的谎。想法。Gary， 是你？为什么敢这么广？我在等 Julie 出现啊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 Julie 啊。3年前她这样就死掉了，我真的很伤心。Momoko，你能不能马上通灵，让我跟 Julie 说几句话啊？哎，不要乱来！我只是想要Momoko帮帮我，让我跟 Julie 说几句话，可以吗 Gary， 我不是随时都能通灵的，我帮不了你。我们走啦。不要再骚扰他。Momoko。没想到我那个通灵的 video 引来的是 Gary， 你觉得他是凶手吗？还不能下定论，只能说他非常可疑。是吗？可是我倒觉得 Gary 很痴情哎，主力都走了，他还对他念念不忘。你相信他说的话？他看起来不像是在说假话。我们回去吧。你是什么血型的？为什么？你先不说，让我猜猜。你心思细腻，头脑冷静，处事稳重。我猜你的血型是 A 型。我真的猜对啦！没想到我的分析能力还挺不错的嘛。听说 A 型的人面对爱情的时候会比较慢热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会好像过桥一样，边走边土的探路，小心翼翼的前进。这种细细呵护的爱情，我觉得很浪漫哎。回来了。哎，
你的东西越来越多了。新买的啊？你不会是想长期住下来吧？你不会觉得这样的安排很好吗？一来我上班不会迟到，二来我可以陪你，你就不会这么寂寞了。还有啊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可爱的小屁屁啊，非常喜欢这里。啊，小屁屁？你认真的？我非常认真。你就提供住所，我就帮你打扫。至于租金方面呢，谈钱伤感情。虽然我不是女人，但是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我们将会是很好的同居密友。祝我们相处愉快。你不要乱碰我的东西 ，OK？ And no food here. So cool, huh? 黄鱼，怎么回来了？因为我还没吃晚餐，我也不想一个人吃。海峰，你喜欢的炒粿条。哎，你买1包是正常，买2包是合理。你竟然买3包啊！因为我知道你会在啊，在这里白吃白喝的不要脸。哎，你吃之前5块钱。大家都像一家人了，不用紧了。我都没有说我要请你耶。什么来的？讲钱伤感情啊，我们是讲心的。心恶心啊！哎，王宇，你忘了，我曾经救过你的 ，OK？ OK。这家伙眼神回避我的视线，手插进裤袋，都是紧张不安的动作。他说想念朱莉，应该是在说谎。这是代表愧疚的微表情。Gary 对朱莉感到愧疚，他对朱莉做过什么呢？凶手肯定是他们其中的一个。我说现阶段还不能下定论。你怎么说啊？那我们就打赌了。呵，你还要穿比基尼啊？不如我们玩大一点的了。什么？哎，我们玩全裸。20岁啊！你看，如果输的就要有全裸，如果我们2个都选错的话，那我们不是要？Q，安娜达，今天有个女顾客问我，那个英俊的厨师怎么没来？他可能想念我的蛋炒饭呢。才不是，他说你的笑容很有魅力，每次看到你那胃口特别好。还有另外一个女顾客说，看不到你心里很难过。
你还笑，人家不开心啊。都结婚那么多年来，这种感触，我自己也很矛盾。我想在餐馆看到你，和你一起下厨，可是我又希望你继续查案。对不起啊，最近真的很忙，忽略了你。这是3年前的案子，不容易查吧？不管是多少年前的案子，都比一般的案子困难，因为已经过了查案的黄金时间。如果要重新调查，找出当初遗漏的关键，真的很不容易的。无论案子有多困难，我相信我阿娜达一定可以侦破的。公布你的身份，你的罪行，我要你付出代价。我回来了。我多长，你看到我新的 video 了？你越来越过分了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竟然上载新的通灵视频，还以助理的身份说要把凶手也揪出来。万一被凶手看到了，那你不是有危险？我也想要找出凶手，帮忙破案啊！而且我大有收获呢。什么收获？ Gary 跟踪我，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啊？我卡莎，你放心，我没事。当时海峰也在场，海峰还问 Gary 为什么要跟踪我。Gary 就说，因为他很想念 Julie， 他求我通灵，让他跟 Julie 说话。我都想，你也觉得 Gary 很可疑吧？你看，我一出马就帮你引出嫌疑最大的人。Momoko，我知道你心急要把这个案子给破了，但是这样做很危险的。这海峰也真是的，跟他一起胡闹。我都想，你不要怪海峰啦，是我要他帮我的。万一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两个怎么办？有没有想到后果的？对不起，我多想，我以后不敢了。好啦，某某可知道错了，你就不要再生气了。你给我听清楚，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想后果再做，听到了没有？Gary，谢谢。发生什么事？说来听一下吧。当我看到某某狗通灵视频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恶作剧，没想到某某狗竟然被警察带回去问话。某某狗之后啊，还跟朱莉通灵，还说要把害过朱莉的人的身份和罪行全都说出来。所以你就是怕某某狗把你做的事情全都说出来啊？如果当天我没喝醉，事情就不会讲了。OK， 没事没事，朋友一场，我是不会问你对我们朱莉做了些什么事情的啦。不过 Gary，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，某某狗很有可能通灵啊，然后拍了视频放上网，到那个时候你的秘密全部曝光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照理说，人死了之后，灵魂离开了肉体，他的磁场是很脆弱的。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可以依附到别人身上，不然的话，你看满街都是可以通灵的人呢。只要能够破坏或者影响Momoko身体的磁场，这样Julie就不会上他身了。那要怎么破坏某某狗的磁场啊？生病、受伤、死亡，这些都是可以破坏一个人身体的属性。最重要的是能够破坏灵魂附身的肉体，这样它才会慢慢的消散，消失的无影无踪，就好像我的 magic 这样。这里有一瓶水，看好。
Jerry， 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又想干嘛？我买了一些蛋糕，表达我的歉意啊！收下吧，收下吧，啊，收下吧。好，我收下。我约了人，我先走了。塞狗！你说我塞狗？你不要过来！我神经病！是，你就是那个变态杀手，是你杀死朱莉的。你不害朱莉上我的身，说出真相，所以就一直跟着我，想要对付我。你胡说！我没有杀死朱莉。你对朱莉做了什么事，你自己最清楚。这个凶手，你是逃不掉的。你走开！你不要走！吃，给我吃下去，吞！Hello， 对呀，什么事？师长老大，某某狗怎么样？医生正在急救。我不是叫你看到某某狗吗？怎么可以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其实是我，对不起社长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们要保护好某某狗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不用担心，病人已经度过危险，情况良好，你们可以去病房看她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医生。我叫你保护某某狗，你跑去哪里了？是我疏忽 ，OK。现在某某狗没事了，你就不对啊！哎，大香，你凭什么骂我？蛋炒饭是叫你去保护某某狗，你不去反而叫我去，为什么？啊？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！因为我的身份不方便。你说什么屁话？什么身份不方便啊？我跟某某狗尽量避免独处，你懂吗？你是要说你魅力十足，担心某某狗对你有非分之想，所以你要避开它，是不是？我还以为你是一个专业的侦探，没想到我错了。以后我都不会叫你大西洋，也不会叫你小老板，我就叫你西洋菜。Watercress。这。张主要，你为什么要袭击白雪儿，逼她吃下含有砒霜的蛋糕？你是不是想毒死她？ Sir， 我已经说了，我没有想要杀她，我只是希望她病倒，最好是昏迷不醒。你毒害白雪儿，是不是跟 Anthony 周怀民和 Julie 周佳怡的命案有关？不是 ，Anthony 和 Julie 其实是你杀的，因为害怕白雪儿会通灵说出真相，所以想先下手为强，除掉白雪儿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他们的死跟我无关。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们，你对 Julie 做了什么？他们的命案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大概在 Julie 出事2个月前 ，SBA 开始有传言说 Anthony 和 Julie 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妹。Julie 知道这件事过后，她真的很伤心，还跟 Anthony 吵了一架。然后呢？那天晚上
Julie 真的很难过。她约我去喝酒，我们就喝了很多，尤其是她醉得不省人事。继续。我一直都很喜欢 Julie， 我一时控制不了自己，我才会对她。你就趁他醉倒的时候侵犯了他。我很后悔，我对不起她。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想杀了白雪儿。我只是希望她不能再通灵，把我的事说出来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我不是存心想要杀她的，真的。事情峰回路转，竟然挖出了张主要对 Julie 做过的坏事。你确实他有不在场的证明。我查过了他的出入境记录，他10月中就出国旅行了，10月31号晚上12点才回到新加坡。怎么说 Gary 不是凶手？叶 Sir 说这起悬案由你们 CCI 继续调查，可是如果发现确实的证据证明是谋杀，就一定要交回给我们 CID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，我会尽力协助你们。真的谢谢你啊，帮我跟叶 Sir 说一声谢谢，有你们帮忙，我省了很多麻烦。一场兄弟，跟我客气什么？对了，某狗还好吧？好多了，过2天应该可以出院了。那就好，那我不打扰你这个24小老爸了啊，看你了吧，先走了，拜拜，拜。先生，我告诉我，以后啊，不要再乱查案了，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我以后不敢了，你不要生气 ，I promise。那这是你说的，不要反悔啊。对了，多长 ，Gary 抓到了吗？是找到了，不过警方证实他不是凶手。那为什么他要袭击我啊？因为他曾经在朱莉喝醉的时候侵犯了她，担心朱莉上你的身，什么都说出来，那怎么办？没有想到 Gary 这么坏，不过幸亏我没有白白受苦，可以让 Gary 坐牢。真是很可惜啊！我还以为这次能够找到凶手，可以破案的。总之，你好好休息，不要再让我们2个担心 ，OK？ 你要对你的耳朵上还有 CCI 有信心才对嘛。嗯，我相信你，耳朵上，你一定会找到凶手的。你要干巴爹，干巴爹，干巴爹，干巴爹。社长，我觉得凶手可能不是想对付 Anthony 跟 Julie 2个人，而是针对其中一个，另一个很可能只是遭到池鱼之殃。我同意。我找过朱莉的母亲，不过她现在不在新加坡。Mandy 提过，案发前 Anthony 借了3万块钱赌债，不过很快就还清了。我现在要查的就是，到底谁帮他还清这个赌债，还有是不是因为钱财纠纷引起的杀机。我发现 Anthony 似乎有晚上赌球的习惯，我从那方面调查。其实啊，只要查出杀人的方法，我们就可以缩小嫌疑犯的范围。那天我和大西洋到天台拍了一些照片。对，天台2个角落都有一根铁柱，其中一根铁柱的底部有一圈细细的有机剥落的痕迹，是我用我的火眼金睛发现的。火眼金睛，你是孙悟空吗？那师傅就是如来佛了。那你肯定就是蜘蛛精了。天台上有很多铁柱，但是只有这个铁柱呢是有痕迹的，而且这个痕迹也好像是有人用绳索绑过，痕迹也不是新的，过了一段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的位置就在 Anthony 的房间的上方。如果梅丽说她看过的黑影是在客厅的窗外，不是主人房哎，可能他一时害怕记错嘞。你又知道 ？Of course。我有一个证据可以支持他的说法。Anthony 平时都开着窗的，我问过周东海，他喜欢自然风，所以选择住在4楼最高的地方，平时都打开窗户。那假设凶手真的是从窗外爬进屋里杀人的，那就表示第一，他对公寓的环境很熟悉；第二，他知道 Anthony 有开窗的习惯。难得你同意我的说法，
给你个赞。叮。OK， 坤星已经找到所有住户的下落，我们分头行事。都说我一个人就好了，你不要跟着来啊！都说好一起查案，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进去啊？一个男人走进这种店，你不会不好意思？还好吧。我看不好意思的人是你吧？欢迎光临。哎，欢迎光临。哎，你看，款式这么多，肯定你会找到你喜欢的。这位太太，你真幸福，很少老公会陪老婆来选内衣的。对啊。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嘛，反正最后还不是穿给老公看，是不是啊，爹？你们两个真恩爱，刚结婚不久啊？是，这样啊，那你们要不要试一试我们的情趣内衣啊 ？OK。哇，透明的爹，真的很好看。哇哦 ，sexy。Anyway， 什么款式都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红色，越红越好。你忘了我们家曾经发生什么事啊？对哦，越红越好。红色可以挡煞吗？是，都怪你了，爹，贪什么便宜，买到凶宅。对不起啊，爹，我是看中它价钱便宜嘛，而且是最高的4楼，unblock view。我怎么知道里头有情侣之上啊？没有怪你。什么凶宅？在哪一区啊？哦，是北部的庆山街1号。哎，这么巧，我们以前也是住那边的。这么巧啊？是咯，我们是住3楼的，但是自从4楼发生命案之后，我们住的心里很不安，所以决定搬走了。命案就发生在你们楼上，有没有听到声音啊？我们什么都没听到，因为那天晚上我们不在家。那天刚好是万圣节，我们去看马拉松恐怖片啊，要不然是不是 Halloween 常会举行那个 Endless Horror 电影活动？对啊，你也喜欢看恐怖片？我很喜欢，不过也很怕啊。票很受欢迎的，你们还可以拿到，真的很幸运。是吗？我不知道。不是你们买票的吗？不是，是我们的邻居的亲戚送我们的票。不会是你们楼上的邻居吧？不是，是2楼邻居的表弟，他叫什么名？阿威啊。阿辉啦。阿辉，好，阿辉。点我们买这件吧。OK， 包起来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就在前面那家咖啡座，他叫谢宝明，35岁，在那里当经理。谢谢你帮我找到他，还要麻烦你跟我走一趟。谢什么？能够出来和你一起找证人，我不知道多开心。就好像回到以前我们一起查案的时候。有没有那么想念我这个搭档？有你这个神探在，我可以少死很多脑细胞。哎，我还记得，如果有熟女型的证人，有你在，特别容易问到资料。哎，就这一家。是不是他？对，他是我表弟 Derek。你之前住青山街的公寓是不是他介绍的？对啊 ，Derek 他认识业主，是他帮我租的，替我省下了给房屋经纪的佣金。业主是住4楼那个自杀死掉的男的。是啊 ，Derek 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啊？没事，我们只是例行公事问一问。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普普通通啦，靠变魔术赚钱，还喜欢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什么超自然啊、鬼灵之类的。那除了变魔术，他有没有嗜好比如说什么运动之类的？有啊 ，Derek 很厉害攀岩哦，室内攀爬很高的那种。那你说他很厉害，到底多厉害？他每年参加比赛都得奖啊，你说不是高手是什么？我有一个问题，2013年10月31号你在哪里？回关丹了。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？因为我女儿是2010年10月1号出生，之后每年10月尾我都会回家乡跟她庆祝生日哦。
所以说 Derry 很清楚你这个习惯。那当然，我每年回去都会待至少5天，所以会把备用钥匙交给他，让他帮我照顾房子咯。谢谢。答案已经很明显了，凶手就是 Derek。案件是 Derek 精心策划的。首先，利用谢宝明在10月尾回乡，把备用钥匙给他的机会，选好动手的时间点。Derek 去过 Anthony 的家，很熟悉公寓的环境，而且他也知道 Anthony 有开窗的习惯，加上自己是攀岩高手，所以他很有可能从外面爬进屋里，避开大门的 CCTV。他一定是事先确定 Anthony 在万圣节那一晚会留在家里，然后就买戏票送给3楼的夫妇，支开他们，方便他杀人。你们的分析得很好，但少了2样东西：杀人的方法，还有杀人的动机。对 ，Derry 的确是攀岩高手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公寓的外墙完全没有落脚的地方，他怎么可能从2楼上到4楼？对了，某某狗被 Gary 袭击的那一天，他很像在一个商场里面看魔术表演，魔术师很像就是 Gary。哦，原来 Gary 也想对某某口下手，只是被 Gary 抢先一步。Derry 能够想出这种杀人方法，就表示他心思缜密。他很可能已经知道 Gary 的计划，到现场就是等着看好戏。也说不定 Gary 会对付Momoko，也是他怂恿的，借刀杀人。这个四本人啊，真的卑鄙啊！不过，为什么他要杀 Anthony 还有 Julia？ 还有，他怎么进去屋子里杀人？难道他真的会变 magic， 嘣就进去了？你们一定会很好奇，为什么我会亲自登门造访吧？应该是谢宝明告诉你说我们在调查你吧？聪明，你一定是他们的老大。你来 CCI 找我们有什么事吗？我知道你们都在调查 Julie 跟 Anthony 的案子，会怀疑他们身边每一个人，包括我在内。不过让你失望了，我也不在场证据。10月31号晚上，我参加了酒吧举行的万圣节化妆晚会，这些是当晚的照片和录影。哦，对了，这份最重要，这是部分的出席者名单，你们可以慢慢查，慢慢看。谢谢你宝贵的资料。不客气。能帮到你们，我也很开心，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，Julie 跟 Anthony 到底是自杀的，还是被杀的。OK。啊，对了。老大，麻烦你帮我问候某某狗，祝他早日康复。谢谢你，客气。啊，这张送给你。
你担心破不了案。Derek 把证据送到 CCI 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猜到了。猜到什么？猜到他想证明他不在现场，让我们很难破案，对吗？对。他真的是很聪明，选择参加万圣节化妆舞会来做掩饰。虽然酒吧没有那么大，可是也可以容纳30-40个人。那天晚上大家都化了浓妆，谁是谁，一时也认不出来。就算 Derek 半途离开，我觉得没有人会发现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，我们一定能够找到破绽，一定可以。哎，Ben，你现在是新会长，有什么计划？不如我们就在万圣节举办一个舞会。那我是 SPA 的新成员，就由我来筹办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当然好啦！我最期待的就是万圣节的舞会，每一年都扮成不同的人物哦。你只适合当巫婆啊！你乱讲啦！哦，对了，我在你们的网站看到这些照片，是哪一年的万圣节？哦，这是2013年，我们2个刚刚加入 SPA， 是 Derek 带我们去的。那为什么你们不是魔鬼就是天使？因为那年的主题是天使与魔鬼啊。哎，那每年都有主题的嘛？那你是 Derek 建议的，他说有主题比较好玩，结果每个人都扮成红魔鬼到处跑。是咯，我记得我在跟 Derek 说话，然后他一开口才发现啊，原来是麦，找了很多次才找到对的人。笨。那 Derek 一直留在舞会吗？是啊，他负责开场的魔术表演。舞会结束后，他还跟我们大合照。那年你们玩得很疯，几点才回家？大概凌晨1点多吧。我们结束之后啊，Derek 还驾车，我们还去吃 supper， 记得吗？记得。哎，其实最好玩的是去年的 party。对了，山都上了。哎，你这来要死好不好？对呀，你自己。这个 Derek 真的很过分。他把舞会的主题定为天使与魔鬼，然后打扮成红魔鬼，高调出席舞会，故意就是要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嘛。小酒吧有个后门 ，Derek 可以轻易的半途离开，开车只有10分钟的时间就能到达 Anthony 的公寓。他杀了人再赶回去，前后不会超过1个小时。舞会现场的灯光那么暗，而且那么多人装扮成红魔鬼，根本没有人可以确定 Derek 离开过现场。怎么不说话？这红魔鬼是不是 Derek？ 以我的火眼金睛来看，肯定是他。如果真的是他，这只能证明 Anthony 和 Derek 一起出席2012年的街头派对啊。2012年的街头派对，还有2013年的化妆舞会，除了一大堆的那些鬼怪在街上乱跑，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相信，2012年万圣节派对有一起命案，死者叫方凯伦，24岁。那个时候，他把自己打扮成浑身是血的丧尸，所以他被刺伤、流血倒在地上的时候，完全没有人发现到，以为他在玩闹。直到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流血过多而死了。凶器是死者的匕首，没有指纹，现场是很多人，但是完全没有目击证人，所以查到现在都找不到凶手。Derek 和 Anthony 一起出现在命案现场，1年后 ，Derek 杀了 Anthony。这不是巧合。对，这起命案是很重要的新线索。OK， 我会去找方凯伦的家属，希望得到他们的委托，方便我们查案。于洋，你到2012年案发现场看什么线索？你继续追踪 Derek。Yes sir。师傅，那朱莉的母亲回来了，要不要去她那里收集一些资料？这个你去负责。好，来开始进攻。
怀玉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调查这个魔鬼是我的任务。来看而已嘛，又不会干涉你。你看就好，不要冲动 ，OK？ 知道了。这 Derek 明明就是凶手，还这么嚣张，一定要抓到他。接下来，我要邀请一位观众跟我一起呈现下一个魔术表演，有谁愿意的吗？那我们就邀请这位漂亮的小姐上台吧。输给你。给她掌声鼓励一下。请。怕。仰望身边熟悉的脸，还试图放美的双眼，编织的谎言，编织的从前，轻抚着他们披上羊皮的肩，适应着伪装的感觉，现实和幻觉同时被领略，起初都在天堂边缘观望这个世界，后来不知不觉也踏上地狱的边缘。原来我们都是勇敢的决士，总带着一份饱受怀疑的坚持，追随着